嘿，好，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藏玩閣映龍衛英雄級的這款 DV。作為特點的形式，這回裡邊也會帶這個 Q 版的小龍。我們先來看這個小玩意兒吧，長得還是非常可愛的。背後這裡背着一個大大的龍頭書包，身上的一些可動關節，該有的幅度也都是有的。球形關節都沒有問題，而且作為一個拼裝的過程還挺簡單的。拳頭這裡也可以轉，腰部能扭，胯部這裡竟然不是球形關節啊，它涉及到一個變形的機構，它的可動竟然做的還是挺不錯的。變形過程也很簡單，我們先把大宝剑摘掉，打開小臂蓋板，拳頭藏進去，打開胸板，腦袋拧個180度，藏到這裡邊，然後把大龍頭這裡邊的一個關節拉出來，旋轉180度，耷拉在這兒。順着肩膀關節擰180度，然後疊過來，和肩膀這裡的一個插扣定位，放在這兒。前方的這個小的胳膊扭下來，胯部這裡要做一個拓寬的結構，擰開，旋轉180度，反過來，再順着大腿根部關節扭，好，擺到正確的角度上。這個樣子就把胯左右的展開。最後順着菊花這裡戳上大寶劍，當成它的尾巴，這麼一款霸王龍就變形完成了。造型來說還是挺抽象的啊，不過這個造型為什麼會讓人想起變形金剛裡邊的鯊魚精？頭雕做的很好看，金銀漆的塗裝，嘴巴還能打開，哇，這裡邊的大獠牙，醜萌的這種感覺。合體的形態也非常簡單的，我們繼續把尾巴摘掉。把龍立起來，腦袋擰180度放到正面這裡，然後把胳膊和肩膀連接的扣子打開，換一個方向，再插到這一頭，鎖上。接着把它打開，肋下這裡有一個小插孔，擰90度和側面這裡結合，鎖上。腿部打直，順着大腿根部旋轉180度，再根據膝蓋關節90度撇上來。這個時候腳踝擰180度過來，有一個扣子和胸甲這裡的洞進行連接。哇，這個大嘴在這個地方還能展開。下邊連接胯部的時候，應該是這樣一個轉盤滑過去的啊。整個來說，變形過程簡單流暢，樣子嘛，3個形態做的 Q 萌的，一切還得等最後合體來看看這個造型如何。不過我個人還是非常喜歡這回的小特點的，主要還是來看这一回英雄级本體的部分啊。整個的造型來說，身上掛了非常多的東西，看起來也是胖乎乎的。從側面這裡看，背後的背包非常的巨大，畢竟這一塊最後是合體人形的胸甲部分。武器給它拿掉。大斧頭應該是剑柄的位置了，同時这裡還可以拔下來一截，背後還插着一把大寶劍，這個也是恐龍的尾巴。其實和最初的設定圖出入已經非常的大了。胸口的這一塊看起來也是鼓鼓囊囊的，這裡邊藏了一個合體的大頭。那畢竟是一個主體的部分嘛，所以看起來人形的體型就感覺胖墩墩的。倒是這個厚厚的胸甲和這一塊厚厚的背包也能起到一個很好的配重，站立還是比較穩定的，但是多少美觀性上面看起來就臃腫了很多。肩膀這裡做了不对稱式的造型，多多少少還會有一些白獅擎天柱的影子在裡邊。頭雕的樣子塗裝做的都很漂亮，還是一個地包天的大獠牙嘴。根部的球形關節來回活動的時候，注意跟這一塊的杆子會稍微的有一點點干涉。這一塊肩膀的根部是一個球形關節，但是感覺不老緊的，來回活動的範圍還可以。但是舉那個大槍的話，這個球的阻尼感沒有那麼的強。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轉，胳膊肘的位置是合金的双段關節，可以对折起來。手腕左右旋轉，4指連在一起的可动手。腰部这裡左右旋轉有一定的活動範圍，但是會很半着。側裙甲連接在大腿的根部，打開平踢，90度沒有問題。前踢讓開襠部的位置還是可以踢到很高的。根部這裡是一個賽鋼的料子啊，結實是結實，擰起來噪音非常的大。後踢90度。
大腿根部這裡左右旋轉，膝蓋是合金的大塊雙段關節，屈腿的幅度也非常大。同時，前方這一塊的膝蓋甲稍微的可以活动，調整一下遮蓋範圍。腳踝左右接地，這地方是個肘，前後活動，左右旋轉。人形基本上就是这個樣子了，胖乎乎的，主要這個前凸的大胸甲，哇，這大肚腩，良子身材。那我們来直接開始進入变形的過程。先把它变成龙形，但是不得不說，藏丸哥每一次在做說明書的时候，還是邏輯特別的混亂，看也看不明白。建議大家看着視頻變吧。首先，依舊是打開小臂的這塊蓋板，拳頭180度藏進去，隱藏頭部的時候，腦袋旋轉180度，把它整個縮到肚子裡面，只能縮進去一半。現在，接着把腰部這裡的滑槽整個拉長。這一塊就下去了。现在我們順着背後的這一塊連桿，整個的拉直，把龍的頭順這一塊拉出去。胸甲這裡拆開扣子，打開這一塊合體的大頭拉出來，然後我們拉起來合體的頭部，這一塊是一個雙段的 Z 字折疊，根部還有一個滑槽的關節，我們把它整個的 Z 字往裡伸，伸進去以後再盡量的往下壓一壓。最後呢，卡到了臉頰邊，只露出眼睛的部分即可。側面的這一片肩胛呢，我們把它拉開，順着根部這裡有一個 L 型拐彎的軸，往外撥一個90度，擰開，露出來中間的凹槽位置。好，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放過來，一定要注意這一塊的軸別拖出來。好，把它全部鎖進去，上方這塊結合住。後邊的這個背包，我們可以先 Z 字雙關節拉開，這個時候再把上方的蓋子回歸。注意面部蓋上脖子的這一塊是比較抽象的，它裡邊有一個卡點，總是定不好位置，要多多的調整幾下。把它放好之後，前半個折回來，根部這裡有一個插扣，對應裡邊的一個孔，我們把這兒前後夾起來鎖上。這裡需要注意一下，這個脖子非常的難扣到啊。主要是這個扣子老夠不着，問題就出在這個大腦袋，總覺得裡邊哪裡會頂着一點點。在這一塊金色零件的下方有一個小的插扣，我們放在腦門的裡面，把它夾住，就是這麼一個位置的關係啊。這個得抱在懷裡慢慢的調整。下面脖子的這個轉軸，從轉盤位置擰個180度，依舊是賽鋼的摩擦音。順着後邊的3段關節，我們掏過來，前方這裡有一個小鈎子，套進去，頂在這個圈裡面，跟這兒按一下，用這一塊填滿，然後脖子的球形關節扭過來。現在把胳膊向外旋轉90度，通過雙段關節對折起來，然後從肩關節這地方往下旋轉90度，再往裡折疊90度。這個轉軸也會非常的緊，側面的這塊的腿甲和裙甲，我們稍微避讓一下，壓進去，盡量的壓到底。現在拉出去的胸甲根部這裡的伸縮滑槽延展開，向下的一個 Z 字折疊，哎，把它填過去。人形胸口用這個細的棍子插在上方，現在用這個寬的扣子插在下面。打開胯部這一塊，中間和裆部鎖着的位置。有俩锁扣，把它卸開，然後順着中間關節左右延展，2個 Z 字把它打開，翻轉個180度來處理背包。側面這2塊金色的大零件，先把這個邊緣翻折一下，拉出來，然後順着根部這裡結合的扣子拆開，根據連桿的位置往下掏過來。然後2段的蛋卷卷，用這個轉軸貼到這個凹槽，放在下面 ，Z 字折疊往後貼，大概在這個位置，再把銀色的零件放上來，就卡在這個槽裡就行啊。其實這裡並起不到固定的作用。另外的一邊也是拆開，放下來，然後一個蛋卷式的卷逗。放好，把這2塊中間的扣子結合，
鎖在一起，完全貼緊。根部这里带有球形關節的這兩根連桿，我們掰一掰角度 ，Z 字放下方。金色的零件現在中間有了洞，用胯部拉出來的這根樁子給它對上，插進去。上方這一塊金色的位置，盡量的往下壓，壓下來以後，看看所有的縫隙都對齊了沒有。接着前裙甲這裡再鎖上插扣。腿部順着關節掰下来，這個時候啊，在拧這段關節的時候，打開膝蓋裝甲，用下方的這段關節盡量的往後撥，上方的這一段回歸就別過去了。拉開以後，把這個膝蓋甲墊在裡邊，這樣就頂住了，它就成了一個彎腿的結構，回不去了。再通過下方的轉軸把這一段掰開，这樣摆成 S 型，你的瘦腿就更漂亮。最後拿出大宝剑，順着菊花捅进去。人形看起来比较臃肿，但是这个龙的形态包裹的完整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后背这一块光滑圆潤的感覺連通下來，整個的一個大腦袋獠牙的刻畫，包括從下面看肚皮的這個完整性也是可以的。大龍頭刻畫的非常漂亮，脖子這裡因為根部是球形關節啊，來回活動的範圍還不錯。嘴巴可以張開。閉起來，這個牙齒呲着的感覺也是特別帥氣的。打開的幅度還很大，嘴裡邊竟然還有一個蓋板，堵嗓子。前肢的小爪爪根部一段球形關節，腿部因為是人形的這條腿，該有的可動環節是沒有問題的，我就不擰了，這個聲音太噪了。尾巴這裡左右擺動，這一塊還有一個球形關節，輔助擺些造型。哇！樣子來說非常的帥氣啊！別看它是一個所謂的英雄級，尺寸也不小呢，40公分的一個大恐龍，擺一個斜着撕咬的造型，張力部分還是非常強的。不得不說，藏灣閣這款龍形保證的畫面感還是非常帶勁的。最後咱們來把它變成合體形態，這回的合體形態也是非常有想法的。我們先把這個尾巴摘掉，腿部打開膝蓋的裝甲，先給它掰開。擼直，第一步先拆胯部這一塊的拉出來，這個長長的軸還是比較好脫的，鬆緊度調教的很適中。這一塊的鎖扣脫開。現在我們拉着背部的裝甲，整個雙關節抬起來，打開裡邊所有插扣，中間的這一塊根部也有插的地方，全部卸鬆。通過這一塊的球形關節往外撇一撇，背後這一塊金色的部分，我們先翻起這個蓋子，騰出空間，然後把它挪個180度，哎，把黑色的這塊連接關節露出來，接着通過後邊的連桿，整個我們要插到這一塊的裡面去，稍微的讓一下，擺成這樣的 L 型。我們把兩條人形的胳膊先挪一挪。讓出來空間之後，整個的腰部旋轉180度，前邊的胸甲解放開。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用這一塊的關節把它掰到後面去，然後順着裡邊掏出這一塊胯部的連接關節，在折出來90度的同時和前裙甲的兩個扣子結合鎖上，再把這一塊襠部合回去。合回去以後，側面這裡有兩個長的棍子，哎，就可以插合在一起。順着這裡一陰一陽的兩個插孔，把這一塊的胯部拼合起來。這個框架的想法還是不錯的啊。腿部我們直接擰到後面去，哇，這個噪音。現在先把兩條腿順到後邊，這一塊再往回縮的時候啊，注意兩個胳膊這地方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插合的位點。就盡量的往內折吧，多往裡讓一點點。其實這裡關鍵的操作點呢，我們把這兒拉開啊，看一下，還是這一塊帶有雙球形關節的這個連桿。記得這個的造型，我們扭過來，讓它貼平，擺成我現在的這個樣子。這一塊有凹槽的衝前，拐成這樣的 L 型，你才更好的去貼合。哎，把它讓過來。上方的這一塊 T 字滑槽結合上，下方的這一塊再鎖上。
結合完成以後，看一下這2個連杆是不是斜着這樣頂在正前方的。這也是這一款变形容易繞迷糊的地方，因為球形關節太多了，而且没有定位插扣的地方太多了。搞定了两邊的這些，我們再把這一塊脖子上方蓋子打開，讓出來。記得我們後邊這裡還有一個掛鈎，把它壓一下，解鎖開。脖子整個往下放。腦袋順着這個轉盤先擰一下，拉出來，整個的貼到最底下，然後通過根部這裡的連杆的軸往裡折疊。這塊的轉盤要拼正啊，往回缩，左右這裡會有2個凸點，對應這裡邊的2個洞，套入以後左右跟這樣夾住扣合。然後稍微往下壓一點點，結合好胸口，就可以把這2塊銀色的片下方跟前裙甲斜着的插扣锁上。背後這裡撬開剛才那個很難扣上的扣子，把裡邊的這一片180度翻出來，然後順着這裡拉開，讓出來的部分拉開腦袋，旋轉90度，把頭上的2個大犄角180度折疊出來。最後这一塊的結合有一些麻煩，脖子裡邊有一個拉伸的機構，拉出來，這一塊的球形關節拖出，然後脖子再往前放的時候，側面的這一塊會有2個插扣，對應這2側斜着的樁子，我們需要先借一點點角度把它張開，3點對準。斜着的這2處對準之後，還要跟後方這裡上下進行結合。這塊會非常的不好扣啊，抱在懷裡邊慢慢調整一下，变形到位，插上就是這樣的效果了。繼續把這一塊 Z 字折疊收下來，縮進去扣上。胸口這2側扣合好之後，前方有一個小的凹洞，我們把這個連杆90度轉過來，往下拉，在內側金色的零件对應這一塊扣上，結合插進去之後，再把這一塊板拉過來，和襠部這裡結合。上方這裡空洞的位置，我們得挪動根部的這個 L 型的連杆，盡量的往裡邊放，再把這一塊的球形關節給它轉過去，慢慢的調整一下，讓這一塊把這個窟窿擋上。腿部折回來，往起放90度，腳踝側面這裡有一個扣子，對應金色零件上方的洞。調整好，把這一塊的扣子插進去。最後鎖定最關鍵的部分，側裙甲向上旋轉90度，然後通過根部這裡的雙段關節往中間靠。上方這裡的洞對應 L 型桿子下方的一個扣點，把它套合插進去，插上去以后，前方這裡側面的扣子再跟胸甲進行掛鈎扣合，包出來腰部的一個圓潤過渡，我們就变形完成了。龍頭做成的胸口看起來的樣子還是比較帥氣的，而且依舊可以張開獠牙，這個樣子看起來就更不錯了。腦袋稍微的擰一擰，哇！肩膀上的合體關節帶有齒輪，我們可以現在就把它拨開了。正好现在已經有了一條手臂成员，我們可以嘗試性的合一下體。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塊它不是一個正方形啊，擺成豎長條狀，順着這個滑槽咬進去它。支撐的效果還可以，翅膀應該是順着這2個洞給它插上。以上便是目前可以合體的內容。哇，想象一下这玩意兒組合起來的效果應該也是非常不錯的吧，很華麗的感覺。哦吼，雖然目前還只是一個獨臂楊過的狀態，但是感覺氣勢上面已經出來了。
那麼整體把玩下來的感覺，其實這一款主体部分的变形過程还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也不需要什么外挂式的配件，全部藏在了身上一体变形出来，這也導致了它最後人形妥協下來的一個效果。前方的胃袋很大，背後的背包又鼓鼓囊囊，顯得整個人形看起來十分的臃腫。好在龍形保證的非常不錯，以及最後完成的一個合體形態，可以說人形也算是它妥協下來以後的結果吧。如果你掌握了它的一個變形設計邏輯，其實在變形的過程中也能體會到很多零件轉換以及最後完全鎖定以後的一個狀態。其實在一些地方的設計還是很有想法的，但是也因為藏玩閣一如既往的那個迷迷糊糊的說明書，變形指示十分的混亂，還有一些因為變形不到位扣合不上的地方，建議大家參考視頻進行調整。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英雄級的 DV 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